家刚拿完我们体检报告，我本来想说上次看完就可以直接拿好我的健检单了，结果没想到还要跑来这边第二次给医生填资料，有够麻烦。一个肌肉们下边工作，现在桌上抽。大家来大学眼科检查一下我的角膜塑形镜片。其实我最近疾病类型的困扰还蛮多的，就一下角膜破皮，一下雄性秃，一下肠胃炎，就各种疾病一直来超烦。然后这阵子让我最困扰就是这个角膜破皮，我从7月底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好，就算好了也只有好几天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算是提早体验了老年人的那种体悟。就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因为每次只要病痛一来，我就觉得很心烦。现在要去上课，先来吃早餐。我最近很喜欢吃的鲑鱼卵，外面下超大，我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人需要上课？加游玩泳来印成绩单。刚才超好笑，就是我们考游泳期中，然后就是要考4方打水，就是你身体要侧着打水，然后仰漂，然后自由式之类的。反正我觉得算对自己游泳很有自信的，我就自信游过去，就轻轻松松。然后就到终点的时候，老师就说 A 减，然后我说哈。不可能嘞！然后我就说为什么？然后他就说哦，你那个自由是水挖太深啊什么之类的。我就在旁边就看其他同学游，然后看他们几分。就有个人游过来的时候，老师说恭喜你，我刚才差点以为你撑不下去了。然后我就想说哦，看来他游的还不错，应该会 A 加吧 ，C 加。然后他就哈，我们其他人笑翻。最后好像就只有一个人 A 加，然后几个人 A， 然后几个人 A 减，其他都在 B。刚去买一个排骨便当，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烦恼，就是我去交换的时候，到底还不要继续实习？因为我实习是全远端的嘛，所以我觉得到哪里都可以工作。我之前有问过我主管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假如去日本交换，你也可以继续这个实习。”但是我一方面就会想说：“哦，这工作其实很好，假如留下来实习，然后拼转正的话，未来的职业应该是还不错的。”但我另一方面又想说。哦，可是如果去交换的时候都还在实习，那我的交换生活不就报废了吗？然后可能很多活动我也不能参加之类的，我就一直很煎熬，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实习。我现在真的是无法做决定，我那边一直狂问 ChatGPT， 然后把我各种想法跟他讲。我觉得 Chat 其实讲蛮好，他就跟我说，就看你看重的是人生的丰富度，还是一个职涯的确定性。好难哦，我不知道。我这阵子一直都在考虑这件事情，我大概要想个2-3个月。首先，我来考考大家，你知道2战之后最持续制裁时间最长的是哪个国家？就是今天早餐要来吃这一家，上次跟学姐来吃，意外发现它的蛋饼还蛮好吃，点了猪排蛋饼、薯饼还有红茶。考前最后复习要来背日文的敬语型，真的有够难背。我考完了，来这个考的稀巴烂，但没关系，我主打参与，我现在就有过就好。其实大学的成绩就是对研究所比较有影响而已。假如没有要读研究所的话，那其实有过就可以了。但是当然我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水平，不然之后要读研究所的话就很麻烦的。接下来继续工作，最近我负责一个小 project， 就是前阵子我在把我的工作流程统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些环节可以再更优化一点，然后我就提出来跟我的老板说，然后他就说 OK， 那这个就给你负责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要把那个环节优化，然后把这个 project 弄出来。好今天终于变好天气了。轻的打压，然后甚至采取这种等下随便找个地方来做事，因为等下1点还有课，我懒得回宿舍。等下下课回来，我要来整理我的房间，因为现在真的太乱了。
上次去日本填问卷拿到的，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小东西，因为它最后就是会进垃圾桶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罪恶感，就是哇，它明明是新的，但我把它丢到垃圾桶，因为我就是没有要用到它。对，我就超讨厌买一些小东西，然后或者是拿这种东西。抱歉了，猫咪。好了，干净清洁溜溜。那是睡衣不用折。这是我最近在看的书，《泡沫沉思录》。晚餐是八方云集的水饺，我爱水饺。好好吃。想要来去上课，该顺便买了2吐司当我的早午餐，因为该不然工作到太晚了，所以找外带到教室吃。今天又是阴天，带什么破天气？我的上课伙伴赞。很重要。那这些东西都是国际的这个大家回到宿舍，其实我今天早上蛮晚起床，大概10点，因为我昨天在问我室友一些问题，就比较晚睡。我这几天就是一直想要研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整个产业生态，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是一家独大的样貌，但是我就是无从下手。我有试着从我们学过的一些什么武力分析之类的框架去分析，但我就是觉得用这个分析就是有一种很不到位的感觉，就是确实有非常多的理由让它成为最大的交易所，但是我感觉就是没有抓到那个最核心的理由。然后我的思考也是很发散，我就没有抓到一个思考路径。最后就想说问问看我室友好了，虽然他真的很鸡掰，但我觉得他真的超级强。他就算对加密货币不是这么理解，但他有一个框架去引导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在昨天的半小时聊天中就获得蛮大的启发。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贵人，因为他带给我很多思考上的启发。他很常批评我们所学的东西啊，周边的同学啊，还有我。虽然我当下听得超级不爽，但是事后某天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会突然蹦出他以前曾经讲过的某句话，然后我就会发现，哦，其实他当时讲的好像还蛮有道理。或者像我之前写报告，就被他批评说写得很烂，然后深度超级浅，感觉像没什么脑袋人写出来的。我当下也是听了超不爽，但是我现在事后回去看，真的是觉得，真的写的还蛮烂的，就很像在踏浪一样，就摸到水就拜喽，就不是背着氧气筒然后下去海底看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也是蛮感谢他的，他算是我在台大遇到少数的厉害的人之一。好啦，这一周的期中考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这一周的期中考感觉很像普通的一周，但4年级就是这样，就是很少考试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也可以追踪我的IG。那这样，拜拜。